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缩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。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子都干散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的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。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多他妈跟外面买的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那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出亮灶啊！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。完寻活动活动，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。最近他们年终大促，满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贼划算。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，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。夏天到了，这 T 恤啊、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。后来试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，就决定给它卤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通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果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我。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。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。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，正好我前2天在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顺手给他了。我买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，7天不满意包退，完还免费保修1年。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。然后切辣椒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那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。已经通知来取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。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，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，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。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，而且吃的也没什么营养价值，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。再一个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，有想止咳的，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，还有那纯馋的。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，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。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，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。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，出去吃上烧烤了，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。
因为是给病人做嘛，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，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。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，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。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。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。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三大酷刑。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，基本就没怎么合眼。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，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，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，肯定马上就嘎。收拾完水果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。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，买不着新罐头瓶，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。完心高温消下毒，结果温度太高了，给手烫秃了皮。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了。后来我们寻思先吃点好吃的，冷静冷静吧。我最近种草了这个诺凡金松露巧克力，这是纯可可脂做的，一共4个口味，口感都特别好，尤其是榛果的，有很浓的坚果香味，抹茶的吃起来也很清新，夹心也好看。还有最近出的这个新年限定的可爱兔礼盒，打开里边还有2个红包呢，这氛围感可太好了，一下就过年的感觉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，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，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，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，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来，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。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够浓一点，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，完还剩点草莓，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了。这酸酸甜甜的，再带点冰茶，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。这种自己做的罐头，因为只放了糖、水、水果，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，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。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，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，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销售。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胰岛杠一起到2023年呢，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，突然就烧了2天40度。这回行了，彻底踏实了，省着老惦记。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。实在不知道吃啥了，问我弟，他抠半天脚说要不整碗麻辣烫吧。哎，你说他就从来不吃那个老爷们吃的东西，这玩意儿不应该是2个小姑娘胳膊挎胳膊唠一道八卦吃的玩意儿吗？这俩姑娘上厕所都一起去，你信不信？完了，我弟还说要吃老式的。你说他他妈才多大，他吃老式的？问题我他妈也没多大，我不知道啥是老式的呀。那我还能上我太爷坟头问问去啊？我吃不了这磨磨唧唧的玩意儿，我整点猛男吃的东西。牛仔骨、煎鸡排，还有20来块钱买了一块假鳕鱼。我告诉你，不管多好个老娘们约我出去，我都必须得吃点肉。但我也没说不给你吃菜。这个蒜蓉金针菇我几乎是必做，因为我希望明天的你能通过点什么东西想起昨天的我。但你要说你消化不好，后天才能想起来，我也没啥意见。这个蒜香黄油馒头片，你想象它有多香，它就是你想象的100倍那么香。到最后我还是调出了老式麻辣烫的那个酱料，但我感觉他家厨房这个环境不太老式。我准备拿镐把给他家厨房吹成校门口的小车库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煎夹血、香鸡。黑仔、蒜针、老麻、蒜黄馒，哎，这顿吃的比你在半地下室吃个麻辣烫配个炸肠、炸串、烧饼的啥的强点吧？那一锅让他吃去吧，我不吃老娘们吃东西，我就吃肉。我发现这人就不能闲着，我这2天腰好了，我寻给我奶整个甜品尝尝。都说马卡龙难做，我寻这能有啥难的呀？然后呢，我一共烤了4锅啊，烤的最好那锅跟他妈奥利奥似的。我还跟我奶说这是法国贵族甜品，我奶说你看没看见这帮老外在吃上真是不行。完了，我给我奶整个行的，包了几个五花肉茄子馅的包子，这其实就是茄子卤，但是包包子比拌面条还好吃。然后还整了个更行的梅菜扣肘，比扣肉还好吃，因为它不腻。你家要是能办席，你引进一下这道菜。我跟你说，别说结婚，你们2口离婚可能因为这道菜上你家办一下子，你信不信？还给我奶溜了一盘马蹄肉丸，顺手炸点干炸丸子，直接打包了，留着我半夜饿了躲被窝里吃。然后我奶最近对青橄榄挺上头，又做了个青橄榄包的鸡汤。完，我奶说想吃虾饺，哎呦，我到这儿我脑瓜嗡一下子，这掐褶太难了。当时我前老丈人给我踹了，就是因为我不会掐褶。完了，德物新买的可乐锅到了，我寻做个可乐鸡翅给它接风。这联名小锅现在整的也太好看了，完炒个菜涮火锅啥的还挺实用，而且最近还有官方补贴活动，你搜63599，很多产品1块钱就能买着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不少好看的锅可掏。这可乐呀，烤箱、电锅、空气炸，这草让它种的，给我都是掏干净的啊。
来吧，上家了，没找番马、炸黄、青鸡、可翅、虾花、二丸、茄包、虾饺。完了，哈尔滨不是 BBQ 呢吗？我带着这老些菜去，我奶连门都没让我进啊！我连门口的脚垫我都没踩着。我说奶，这有色眼镜戴的也太突然了，我哥俩没留饭呢。完，我奶把包撇开了，告诉我赶紧回家，别在那门口喘气儿。我奶呀，活到120都不带有啥毛病的，他指定比我还能活。